红斑狼疮 （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，SLE）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，其最明显的症状是在面部或身体其他地方出现蝶形红疹。这种疾病会使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和破坏健康的组织，从而影响皮肤、关节、肾脏、大脑以及其他器官，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，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，我是摩西。人类认识红斑狼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多年，早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就有关于类似红斑狼疮症状的描述。红斑狼疮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中世纪。Lupus 是拉丁语中狼的意思，这个名字来源于病症中典型的蝶形面部红斑，被认为与狼的咬痕相似。20世纪初，研究者开始探究红斑狼疮的免疫学特征。1948年，医学研究者发现了抗核抗体 ANA， 这是诊断红斑狼疮的重要指标。20世纪中后期，随着对疾病理解的加深，治疗方法也有所进步。例如，皮质类固醇的使用显著改善了红斑狼疮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。进入21世纪，对红斑狼疮的遗传、环境触发因素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不断深入，新的生物制剂和免疫调节药物的研发为患者带来了更多治疗选择。红斑狼疮是一种非传染性自身免疫疾病，它不会通过空气、触摸、食物或水传播。尽管红斑狼疮本身并不能直接遗传给后代，但遗传因素在其发病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作用。如果家族中有其他成员患有红斑狼疮的人，他们可能面临更高的患病风险。红斑狼疮与多个基因有关，但是单独拥有这些基因，只是增加患病的风险，并不一定就会患红斑狼疮。而这些遗传基因如果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，如暴露在紫外线下、服用某些药物、病毒感染或压力等，就可能触发红斑狼疮的发病。红斑狼疮可能在任何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身上发病，尽管它在女性，特别是育龄女性中的患者更多，男女的患病比例大约是1:9。通常，红斑狼疮最常见于15至45岁之间的年轻女性。在种族方面，非洲裔、西班牙裔、亚洲裔和原住民美洲人中的患病率和病情严重度相对较高。在全球范围内，红斑狼疮的发病率有很大差异。例如，在美国，估计每10万人中约有20到150例新发病例。红斑狼疮患者在面部，尤其是脸颊和鼻梁上出现的蝶形红疹是红斑狼疮的典型标志之一。蝶形红疹可能会引起患者的不适感，如瘙痒、疼痛或溃疡。然而，并非所有患者都会这样，具体情况因人而异，甚至有些患者可能根本没有这些不适。除了蝶形红疹外，患者还可能出现其他皮肤疹，在阳光暴露后会更加恶化。许多患者还会感受到关节疼痛和肿胀，尤其是手腕和膝盖。持续的、严重的疲劳感是红斑狼疮另一个常见的症状。不明原因的低烧也是红斑狼疮的常见症状。红斑狼疮可能导致肾炎，影响肾脏功能。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 MHC 在红斑狼疮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。MHC 基因参与免疫系统的功能，特别是在抗原成递和免疫应答中。在红斑狼疮的发病过程， MHC 基因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的识别和反应来发挥作用。研究表明，特定的 MHC 基因型与红斑狼疮的患病风险是相关的。激素对红斑狼疮的影响十分复杂，红斑狼疮在女性中的发病率远高于男性，这可能是由于雌激素和孕激素促进类型一免疫反应，
而睾酮则增强柱体细胞异性反应。事实上，雌激素受体信号传导在免疫细胞的激活和耐受性中起着关键作用。研究还发现，在红斑狼疮患者中，雌激素的代谢倾向于形成雌激素化的16羟基代谢物，而雌二醇类酯的水平则降低。这些代谢变化与疾病的病理机制密切相关。同时，红斑狼疮女性患者中的睾酮氧化增加，特别是在未使用皮质类固醇治疗的情况下。过去，人们曾认为口服避孕药可能导致红斑狼疮活动度增加，但后来的研究表明，口服避孕药在红斑狼疮患者中可以安全使用。同样，更年期妇女中激素替代疗法的使用也被认为是安全的。红斑狼疮发作的风险与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有着很大关系。研究显示，久坐生活方式可能增加患红斑狼疮的风险，而接触家畜，如羊和鸡，也可能增加患红斑狼疮的风险。紫外线辐射，尤其是过度暴露于阳光下，是诱发红斑狼疮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在室内环境的因素中，使用瓶装煤气和被动吸烟被发现会增加患红斑狼疮的风险，尤其是长时间接触二手烟的人群。另外，血液中的重金属水平，尤其是铅和镉，也会增加患红斑狼疮的风险，其中血铅水平高的个体面临更高的风险。饮食习惯在红斑狼疮的症状管理和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尽管没有专门为患者设计的特定饮食，但某些饮食习惯和营养素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可能是有好处的。健康的饮食习惯包括摄入多样化的健康食品，如新鲜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瘦肉、家禽、海鲜、豆类、坚果和鸡蛋，以及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，例如橄榄油。Omega-3 脂肪酸存在于富含脂肪的冷水鱼类中，对红斑狼疮患者可能特别有益。一些研究表明，Omega-3 脂肪酸可以减轻红斑狼疮的病情，降低疲劳和抑郁症状。多酚类化合物，一种存在于多种植物中的抗炎化学物质，也被发现可能对红斑狼疮有益。例如，将黄素和绿茶补充剂在控制红斑狼疮方面显示出潜在的效果。此外，许多红斑狼疮和其他自身免疫疾病患者的维生素 D 水平较低，考虑到治疗红斑狼疮的药物可能影响维生素 D 水平和骨骼健康，食用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在诊断红斑狼疮时，医生通常会进行一系列特定的测试，其中一个关键步骤是进行抗核抗体 ENA 测试，这是因为大多数红斑狼疮患者的 ENA 测试结果为阳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抗双链 DNA 抗体和抗 Smith-SM 抗体测试，这些测试具有较高的准确率。此外，补体水平，特别是 C3 和 C4 的测定也是诊断的一部分。因为红斑狼疮患者在病情活跃时可能会显示出补体水平的降低。通常，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和身体的状况，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治疗。比较常见的有抗疟药，如羟氯喹 Plaquenil 和氯喹，常用于减少红斑狼疮的病情发作。类固醇药物，如泼尼松，通常用于减轻疼痛和炎症。它们通过减少白细胞的活动来阻止炎症。免疫抑制剂包括甲氨蝶令、梅芬酸酯、硫唑嘌呤、环磷酰胺和福格斯铂，用于控制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。单克隆抗体，如贝利木单抗和阿尼福单抗，针对特定的免疫途径。CD19 CAR-T 细胞疗法是一种新兴的治疗方法，近年来在治疗红斑狼疮方面显示出潜力。这种疗法涉及使用基因工程修改的 T 细胞来攻击和消除特定的免疫细胞，从而减轻红斑狼疮的症状。在相关的研究中，
CD19 CAR-T 细胞疗法被用于治疗难治性红斑狼疮。这种疗法通过针对 CD19 表达的细胞，特别是那些产生自身抗体的浆细胞，从而减轻红斑狼疮的症状。研究表明， CD19 CAR-T 细胞疗法在一些红斑狼疮患者中能够迅速引发缓解。研究还发现， dsDNA 自身抗体的迅速消失表明， CD19 表达的浆母细胞可能是红斑狼疮中主要的靶细胞。目前， CD19 CAR-T 细胞疗法主要在试验阶段，还未成为常规治疗红斑狼疮的方法。这种疗法的一个挑战是，它可能无法攻击 CD19 阴性的长寿命浆细胞，这些细胞产生大量抗体。因此，研究人员正在探索结合针对 CD19 和 BCMA、B 细胞成熟抗原的 CAR-T 细胞疗法，以提高治疗难治性红斑狼疮的效果。通常情况下，对于大多数红斑狼疮患者，接种灭活疫苗被认为是安全的，因为这类疫苗不含活病毒，风险相对较低。然而，由于红斑狼疮患者可能正服用免疫抑制药物，或由于疾病本身，他们的免疫反应可能与普通人群不同，这可能影响疫苗的有效性和可能引发的副作用。因此，是否接种疫苗，应该及时咨询医生，医生会根据这些因素权衡接种疫苗的潜在风险与因 COVID-19 感染可能带来的严重健康问题的风险。对于大多数红斑狼疮患者而言，接种疫苗的益处通常大于其潜在风险。红斑狼疮患者的生存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提高，得益于现代治疗方法和改进的病情管理策略。这些进展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症状，并减少并发症。相比过去，红斑狼疮的5年生存率从 50% 提高到现在通常超过 90%。在某些发达国家，10年生存率甚至达到了 85% 至 95%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留言和转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